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公共场合消失已15天，政局动荡，内幕消息频传。在政治、经济、外交都不正常、社会气氛高度紧绷的时刻，又迎来了6·4天安门事件36周年。不仅中共对6·4的反应更令人关注，而且这些天，无论是天安门突发的男子冲向升旗旗杆，还是海外各地华人声势浩大的反共集会，时光穿梭中，纪念6·4拒绝遗忘的烛光从未熄灭，而今年更增添了新的浓墨重彩。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6·4事件36周年临近之际的6月2号凌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临近尾声时，一名黑衣男子突然翻越栏杆，试图冲向国旗旗杆。周边警卫与便衣人员迅速地将男子扑倒，并带离现场，押上一辆警车。整个过程短暂，却让围观的大批群众成了目击者。人们纷纷用手机记录下这一罕见场景。从现场流传的视频片段可以看出，升旗区域保留了一条快速反应通道，直接连通国旗旗杆与一辆依维柯警车。黑衣男子正是通过这条看似无人看守的通道，径直闯入升旗禁区。目前，该男子身份、国籍及其具体动机仍不清楚，当局尚未就此事发布任何官方声明。鉴于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这一事件立即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6·4一直被中共作为政治敏感时刻，每年6·4到来，中共都如临大敌，动用维稳监控机制管控民众。今年6·4与往年有了不同，中共政局进入高度敏感时期，习近平权力不稳，党内斗争空前激烈，经济空前衰退，面临灾难。因此，他将如何对待6·4引发关注。尽管各地政府财政吃紧，但当局在维稳力度丝毫未减。中国各地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及人权律师和往年一样受到行动限制。知名独立记者高瑜5月27号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说，6·4纪念日一天一天临近，国内国保公安已动，当然是严防死守，网络一片寂静，不能出现一个字。他表示，自己在忙着看海外社会持续发表纪念6·4的言论和相关影片，认真听演讲。他说，不要小看36年，毕竟过了30年，又过了35年，哪怕只多1年也会有变化。但次日28号，高瑜在贴文上只留下了一句话，今天已经不能发了，推友再见。他似乎被警方带离了北京住处，目前行踪不明。有人透露，年过80的高瑜身体状况不佳，他备下了10天的药，以防可能被延长监管10日。如今中共国安系统经费吃紧，北京异人士从过往的被带往外地，去年和今年改为就地监控。查建国、何德普、李卫等人被困在家里，社区内有警车戒备，街道办人员和便衣警察轮班驻守，形成多维度监控模式。连去超市都要有警车接送，全程有人紧跟。类似的监控还发生在贵阳、南宁等地。每年6·4被限制自由的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今年也被上岗和限制出行。贵州市的王琴表示，国家财政都这么紧张了，还在撒钱搞维稳。据说南方有些地方已经没钱搞维稳了。此外，北京、河南、山东等地的维权律师和709律师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看守和监管，有的被警告不得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在北京上访的外地民众被强制遣返或被关押，这一系列行为说明了中共当局对历史记忆与潜在抗争对象的高度戒备。6·4 36周年前夕，遇害者家属组织天安门母亲在5月29号发布了由108人联署的公开信，提出3大诉求，呼吁当局调查6·4真相，公布遇难者名单，
向遇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制定赔偿法案，依法追究责任者的刑事责任。已年届88岁高龄的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已行动不便，但当局对她的监管没有放松。她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对我的盯得很紧。我举个例子吧，我从海南回来，我到家的时候已经夜里是快12点了，他们就非常紧张，打电话通知让在我门口排岗。第二天早上6点钟就派人守在我门口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怕我，我也88岁了，走不了200米就要坐轮椅了，我也不知道有那么可怕吗？后来我问那个就是经常跟我联络的警察，我说你们在我门口设岗，我也没办法反对，我也反对不掉，我也能够理解你们是为了吃饭，但是你们是侵犯人权，你们是刽子手，在看着我们被害的家属，我说你们是不是犯法？他们也承认，他说我们也没有办法，他就是不让我见记者嘛，他们就是要求我说保证不见记者不说话，我说那我做不到，我说我要是造谣了，你们把我抓起来，我一点意见没有，我说的都是真话呀，你们不说这个真相，人家来问我，我还不说吗？是人来找我，是记者不是记者，问我6·4的事情，我都说。我们原来说过的诺言嘛，叫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我实践我的诺言。张先玲表示，中共政府一直想抹去6·4真相，但他相信中共政权力量再大，也无法完全抹去发生过的事，因为这份信念以及每年在各地悼念6·4的人们，支持着他和天安门母亲群体。香港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在社群平台发文，将在6月4号当天持续在狱中绝食36小时，纪念这个日子及重申我们的承诺，相信大家也会有各自的方法去铭记的。香港维园纪念6·4的烛光今年还在台湾点燃，台湾民间团体华人民主书院将在台北自由广场举办6·4纪念活动，日前遭到了中共的威胁。主办方表示，有匿名恐吓信试图阻碍6·4晚会举行，对这种丑陋恐吓行为予以最严正的谴责，并已通报警方加强安保警戒。在海外各地，与往年纪念6·4活动相比，今年发生了一个最大的变化，演变成了打倒中国共产党的民意群情。5月31号，在美国华盛顿 DC， 由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办，全美学自联、魏京生基金会、社会民主党、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基督徒公益联盟、中国公民行动党、民主中国阵线、西藏民团等多组织协办，在白宫以及中共驻美大使馆前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并前往国会山、华盛顿纪念碑、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等地标快闪，纪念6·4 36周年。参加集会活动的大多是近年从中国大陆来美的年轻人，他们高喊口号，打倒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下台，并打出中英文标语 And CCP， 中共等于人类公敌，中共是华人最大的敌人，彻底堵住中共对美渗透等等。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在中共大使馆外演讲表示，6·4后，当他被中共指控是学运的幕后黑手，他在法庭上为学运做了辩护，但是在36年后，他反思到，今天看来那个辩护是有局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王军涛说，他当时在法庭上不应该与中共所称的所谓暴徒做切割，而是应该坚定地在法庭上为他们辩护，因为他今天认识到，创造历史的不是言语，而是行动。他说，我们可以看看人类的政治史，那些真正能够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毫无例外都是人民站在街上，用大规模的政治风潮，迫使统治者交出政权。统治者的分裂不是在风调雨顺的时候自然产生了分歧，而是在人民的压力下，统治集团被撕裂，一部分人站在了人民一边，和平开放转型才能够完成。在加拿大多伦多，支联会展开系列纪念活动，拒绝遗忘，承传6·4精神。纪念会主题是烛光不灭，称香港支联会。在纪念1989年天安门的民主运动的同时，大会更希望声援所有因为纪念6·4而被诬告陷狱的人，
尤其是香港支联会3位正副主席何俊仁、李卓人和邹幸彤。多伦多支联会共同会长关卓中说，中共的打压至今从未止息。今年的活动目的，希望能在新老两代人之间建立一个链接，传承六四精神，反抗中共暴政。此外，在纽约、在日本东京、在洛杉矶，我们不只是在纪念，更是在抗议中共政治持续至今的独裁统治对人权的践踏。在新西兰，还有在我们没能涉及到的世界更多的城市，今年的6·4似乎形成了全球华人默契的联动人潮，形成了全球反抗中共暴政的统一行动。这种默契，难道不就是人心觉醒后的普遍共识吗？